有一个名字真红遍整个亚洲20年，然而突然有一天，整个中国假装不认识他了，仿佛他从未存在过。他就是当年无人不知的小燕子赵薇。从演员到导演，她做到了华人女性的顶点。嫁给富商黄有龙后，商业帝国大杀四方，财富最高峰超过66亿人民币。她甚至被世人称为娱乐圈的女版巴菲特。然而谁也没料到，她如日中天的事业突然被全线封杀，作品下架，主演名字从所有演员表里被抹掉，财产遭法院冻结，从身价66亿到如今被追债，连5000元都拿不出来。他跌落神坛，是咎由自取，还是有人要他消失？一个命格如此之高的女人，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她究竟种下了什么业因，让天道把她最在乎的东西全部收走？今天我们就用易经的角度来看一看赵薇这一生究竟说明了什么因果。第一层，骄。赵薇成名的速度太快了，22岁还在念大学，已经红遍整个亚洲。2001年，她受邀为美国时装杂志拍摄封面，造型师搭配了一条方巾，白底红色放射状图案，说是太阳的象征。杂志出版后传回中国，有人认出那是日本军旗的图案，上面印着日军宣传慰安妇制度的话术。那一年日本首相刚参拜靖国神社，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又快到，舆论像一堆干柴，赵薇这条方巾就是那根火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联名写公开信要求道歉，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全是声讨，网络论坛几万条留言字字如刀。团队发了一封简短致歉信，说这是无心之失，结果火上浇油。赵薇在新疆拍戏与外界失联，等她知道时，整个中国已把她列为公敌。她急忙录制道歉视频，说对历史敏感度不够，伤害了很多人感情，恳请原谅。但舆论没有平息。12月28日，他出席湖南电视台晚会，灯光亮起，他在台上表演，台下几千个观众中突然冲上一个男子，将他推倒，向他泼了粪。很多人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愤怒，而是他活该。接下来2年，赵薇几乎销声匿迹，4部电影票房惨淡，广告商一夜消失，媒体贴上票房毒药的标签。那些曾经说他是天仙的人全部消失了。易经说骄者必损，不知道敬畏的人，天道第一件收走的是声誉。第二层，贪。赵薇没有倒下，他继续拍戏，继续在娱乐圈撑着。此时贵人出现了，叫汪宇，背景深厚。赵薇心里比谁都清楚一件事，在中国，才华救不了你，努力救不了你，只有背景、资本那张看不见的网才能救你。2004年，他靠汪宇重新登上春晚，那是官方给他盖章，他缓过来了。但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资本才是命运的主宰。他不想再做棋子，要做执棋的人。2008年，她嫁给神秘富商黄有龙，外界说下嫁，但她看中的是黄有龙的脑子。去看一个例子，黄有龙去俄罗斯考察矿产资源，2天结束回到香港，打了4个电话。第一个，谈酒店换煤矿股份；第二个，推动铁路建设换金矿股份；第三个，撮合2手设备换煤矿股权；第4个，找人承包水泥厂。4个电话1分钱没出，几亿的项目就这样盘起来了。赵薇见过这个场面后，世界观变了。婚后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累积，阿里影业5个月赚6亿，精准高位套现。瑞东集团1天账面暴涨74亿港元。
他和马云、史玉柱这些顶层商界大佬坐在同一张牌桌上。黄有龙父亲80岁大寿，马云亲自出席。他在法国花数千万欧元买下一座400年历史的波尔多酒庄，第一任主人相传是法国国王路易13，轰动了整个法国红酒界。私人飞机接待宾客去酒庄，在新加坡住顶楼豪宅，俯瞰整个城市夜景。一个从安徽芜湖走出来的普通女孩，站在新加坡顶楼的落地窗前，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是她得不到的。就是这种感觉种下了第2道业因。世界上最危险的事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尝过甜头之后以为自己无所不能。2016年，他们盯上了一家叫万家文化的 A 股上市公司，本质上是空壳，10几年数次更名，但有一个值钱的东西，上市公司的壳。黄有龙计划用30亿收购控股，一旦成功，赵薇将成为中国第一个掌控 A 股上市公司的演员。30亿的收购案，他们只出6000万，剩下的全借，杠杆50倍。为此成立了龙威传媒，注册资本200万，没有任何实业和经营记录，总资产为0，净资产为0，营业收入为0。就是这样一家空壳公司宣布要吞下家30亿的上市公司。消息一出，赵薇2个字就是最强的广告，散户蜂拥而入，股价连续涨停。那些普通工薪族辛辛苦苦存了10几万，看到赵薇的名字和他阿里影业赚6亿的记录，心想跟着他不会错，把积蓄拿出来，甚至借钱加杠杆全部压进去。他们不知道收购款根本没到位，消息放出，股价推高，但关键借款被银行高层否决，其他金融机构也表示项目太敏感，无法通过。钱没了，收购泡汤了。龙威传媒全身而退，留下那些拿着血汗钱冲进去的散户，股价从最高点跌去近60%。有人一夜输掉半辈子积蓄，有人借钱进去，出来时负债累累，多少个家庭血本无归，从此改变了命运。证监会介入，结论只有一句话：赵薇的龙威传媒钱没到位就对外宣称收购，误导市场，割了无数散户的韭菜。处罚结果，赵薇和黄有龙各罚款30万元，禁止进入证券市场5年。30万对赵薇意味着什么？他在法国那座酒庄1个月的维护费可能都不止30万。2019年，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当着证监会主席的面点名赵薇，说割韭菜罪名不止一项，加起来才罚了70万。法律的漏洞什么时候才能补上？人民日报点名意味着什么？你们心里清楚。但即使到了这一步，赵薇还是没有被封杀，她还在拍戏，还在以为自己看透了这个游戏，但天道还没有收手。第三层迷，赵薇站在财富顶端，以为自己看透了游戏规则。她不知道的是，她从来就不是在玩游戏，她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那个真正执棋的人叫肖建华，中国金融史上最神秘的操盘手。他建立的明天系控制40多家金融公司，染指上百家上市公司，资产以万亿计算。他从来不出现在台前，方式是找代理人为权贵管钱和藏钱，谁的钱都敢接，谁的秘密都知道。2017年，肖建华在香港世纪酒店被带走，没有任何公告和解释，就这样消失了。后来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罚款550亿。赵薇和黄有龙就在这张网里，黄有龙名下的众多公司和另一个人也脱不了干系。周超华，澳门博彩业大亨，人称澳门小赌王。
后来在澳门被捕，涉及赌博、洗钱等多项罪名。黄有龙的钱从哪里来，没有人说得清，但这张网背后的水深不见底。纽约时报的深度调查揭露，赵薇夫妇在资本市场的关键操作背后，很多资金来自萧建华的明天系，那比买入阿里影业的31亿港元不是他们的钱。瑞东集团的暴涨背后那家公司实际上是萧建华的资产，由黄有龙代持。赵薇以为自己是股东，其实是门面。黄有龙以为自己是操盘手，其实是白手套。真正的主人从来都不是他们，萧建华倒了，牵连的不只是他自己。沿着这张网往上追，追到了马云。马云的蚂蚁金服原本要成为全球史上最大的 IPO， 全球投资者都在等。就在上市前几天，马云公开批评中国金融监管，说现有体制阻碍了创新。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整个中国商界震动，没有人敢说话。马云从此低调淡出公众视野，那些和马云深度绑定的人开始感受寒意。赵薇就在这条线上。那几年中国开始大规模清算娱乐圈的资本乱象，明星用名气操控市场，用流量割韭菜，坐拥巨额财富却不受任何约束。这种局面到了必须整顿的时候，而赵薇是这个时代最完美的祭品。她是娱乐圈最大的明星，她是资本市场最显眼的玩家。她和马云深度绑定，她和萧建华的明天系有资金往来，她老公和澳门小赌王周超华的公司脱不了干系。她身上背着军旗装的旧账和万家文化割韭菜的新账，每一条单独拿出来都是把柄，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完美的靶子。还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就在赵薇被封杀之前，黄有龙已经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了。他在法国被捕，中国政府官员找上门，告诉他只要你愿意回国配合调查某位高级政治人物，就撤回通缉和所有犯罪指控。然后那个官员说了一句话，我和你太太聊过天呢，意思只有一个，赵薇已经在他们手里。黄有龙最终没有回国，法国法院驳回了引渡请求，但没过多久，赵薇就被封杀了。还有一件事同样很多人不知道，就在赵薇被封杀之前，网络上突然出现大量针对他和马云的爆料，文章标题一个比一个劲爆，什么赵薇黄有龙内幕交易，背后真正的大佬是马云，马云为赵薇洗黑钱来得又快又密，短时间内各大平台刷屏，连10多年前的旧闻都被翻出来重新包装。这不是自然发生，后来调查发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舆论战，背后的操盘手是京东公关副总裁亲自指挥，专门购买公民身份信息，发布消息，指令必须出现赵薇和马云在一起照片，把两个人的名字死死绑在一起。目标不是赵薇，目标是马云和阿里巴巴。赵薇只是那把最好用的刀，刀用完了就丢掉。2021年8月26日深夜，赵薇旗下的艺人张哲瀚因为靖国神社事件刚被封杀没几天。那一夜，有网友突然发现《还珠格格》的演员表里赵薇的名字不见了，不是整部剧下架，是她的名字被抹掉了。林心如排第一，后面是范冰冰、苏有朋、张铁林，甚至连配角都还在。名单上就是没有赵薇。接着《还珠格格》下架了，虎妈猫爸下架了，情深深雨蒙蒙下架了，画皮下架了，他参与过的所有综艺全部消失。在视频平台搜索赵薇2个字，系统显示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结果未予显示。曾经暗恋过他的黄晓明删除了所有和他相关的微博内容，曾经视他为偶像的杨紫也迅速割席。圈内圈外
赵薇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名字。官方没有宣布任何原因，没有审判，没有起诉，没有解释，就这样被消失了。消失之后的赵薇，偶尔在街头被人偶遇，素颜低调，一个人走在人群里，曾经私人飞机、法国酒庄、新加坡顶楼俯瞰全城，全部消失了。黄有龙债务缠身，两人多年前已经悄悄离婚。赵薇在声明里说，多年前我已正式和黄先生离婚，任何关于他的事件言论都与我无关。我恳请各方承认这些事实，没有感情，没有不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字字都是刀，刀刀都是要和过去切割的意思。赵薇一生最想保护的人是家人，她让嫂子做经纪人，让哥哥管财务，因为家人一定会真心对她好。她把最重要的事都交给最亲近的人，但最后她最信任的丈夫把她拖进了深渊。她最想保护的母亲名字出现在了那张见不得光的资本网上。纽约时报的调查报告里有一个细节，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那个由马云朋友和亲属组成的基金，那个萧建华暗中布局的资本棋盘上，有一个普通人的名字悄悄出现在投资者名单里，那个人是赵薇的母亲。你们想一想这个画面，安徽芜湖一个自来水供应站，一个老太太每天在那里放水刷桶，赵薇小时候放学就跑去帮妈妈干活，那是她童年最普通的记忆。这个妈妈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大事，她只是信任自己的女儿。女儿说，妈，你跟着我做个投资，她就跟着做了。她不知道那张网有多大，她不知道那张网上有多少人的秘密，她不知道有一天她一个普通老太太的名字会出现在纽约时报的调查报告里，和萧建华、马云这些名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越想守护的，天道越让他亲眼看着一件一件失去。你们有没有想过，赵薇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不是他自己倒下，是妈妈的名字出现在那里，这一刀才是最重。天道收走赵薇的不是财富，不是声誉，不是名字，是他用一生去守护的那些人，最后都被他拖进了这张网。还有最后几个数字，2024年法院强制执行，他的欠款1笔8000多元，1笔5000多元，他连1万都拿不出来了，不是8000万，不是5000万，是几千块的小钱。这个曾经66亿身家的女人拿不出来，累计1亿8500万的股权被法院锁死。2025年3月，名下投资公司9000万股权再度被冻结，冻到2029年。曾经新加坡顶楼俯瞰全城的女人，曾经私人飞机、法国酒庄和马云坐在同一张牌桌上的女人，几千块。你不需要说什么，这几个数字已经说完了，一切已尽。易经说，亢龙有悔，飞得最高的龙跌落的时候，伤的只是自己。天道的账，一分一厘都记得清清楚楚，但天道算账的方式从来不只是收走外在的东西，它更精准的地方是，早在你出生那一天就已经把你的命格算得清清楚楚了。我们就用赵薇的八字来看一看这件事。赵薇1976年3月12日出生，丙辰年辛卯月癸亥日。命理师看完他的八字，说了8个字：名利两全，起伏波动。这8个字就是赵薇的一生。他的日主是癸水，生在卯月，食神当令。食神是什么？是才华，是表达，是让人看见你的能力。赵薇天生就有这样的命格，他不需要努力去让人注意，他站在那里，人就会看见他。1998年，他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大运戊子大运，子水出现，帮助了他的日主癸水，2个水的力量合在一起，他的命格在这个大运里得到了最强的支撑。
那一年，《还珠格格》播出了，不是巧合，是命。接下来20年水运持续，他的命格一直在最旺的位置上，从演员到导演，从娱乐圈到资本市场，他所有的成就都在这20年的水运里完成。但水运有尽头。2018年，赵薇进入了新一个大运丙戌，大运火土克水，他20年的旺生水运走完了。命理师说，水在他的命格里代表朋友，代表贵人，代表所有帮助他的力量。水运走完，这些东西也跟着走了。你们记不记得万家文化案发生在哪一年？2016年，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他割韭菜是哪一年？2019年，而他被全面封杀是2021年。全部在丙戌大运里，全部在火土克水的衰运里。他20年积累的财富、人脉、名声，就在这个大运里一件一件被天道收走了。黄晓明删除了所有和他相关的微博，杨紫迅速割席，曾经说认识他的人圈内圈外到处都是。水代表朋友，水运走了，朋友也走了。命理从来不是迷信，命理说的是天道运行的规律。一个人的命格不是用来逃避的，是用来看清楚自己的。赵薇如果在水运最旺的时候知道水运有尽头，知道丙戌大运终将到来，他还会用50倍杠杆去抢那30亿吗？他还会走进那张他根本看不清楚的网吗？也许不会，但他不知道。他站在飞龙在天的位置上，以为自己永远都可以飞。易经告诉我们，亢龙有悔，不是叫你不要飞，是叫你飞到最高的时候，记住一件事：盛极必衰。这是天道，不是诅咒。真正懂易经的人，在命格最旺的时候，反而是最谨慎的时候，因为他知道大运有尽头，天道会转。在最高点的时候，积德行善，退一步，留有余地，才是让命格延续最久的方式。赵薇没有这样做，所以当丙戌大运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准备。讲到这里，我想问你们一件事：赵薇的故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可能会说，我又不是明星，我又没有几十亿，他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我告诉你，骄、贪、迷这3个字不是大人物的专利。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事业刚做起来，开始觉得自己看透了一切，开始对身边的人不耐烦，开始觉得别人的意见都是废话，这是骄。日子过得还不错，但看到别人赚的比自己多，心里就开始不安稳。本来够用的，偏要去搏那个够不着的，这是贪。跟着一个人走，跟着一个方向走，越走越深。但因为已经走了这么远，舍不得回头，这是迷、骄、贪。迷不需要几十亿，不需要是明星，普通人的一生里，这3个字每天都在发生。老子说知足者富，不是叫你不要努力，不是叫你不要追求，是叫你在追求的时候心里要有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给你画的，是天道给你。什么是那条线？你的命格能承受多少，你心里其实是知道的。一个人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心里那种隐隐的不安，那种睡不着觉的感觉，那种明明知道有点不对但还是往前走的念头，那就是天道在提醒你。赵薇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任何一个走到那个位置的人，在某一个深夜一定感受过那种隐隐的不安。问题是他没有停下来。易经教我们的不是算命，不是看别人的热闹，是对照自己。你现在追的那样东西，是在顺着你的命格走，还是在跟天道硬碰硬？你现在最在乎的人，你有没有把他们带进一个你根本看不清楚的局？你现在站的那个位置，
你有没有在最高点的时候留一步给自己退？这3个问题不是问赵薇的，是问你的。但在你放下这些问题之前，我还想让你看见赵薇最后一面，不是那个跌落的赵薇，不是那个割韭菜的赵薇，是那个你可能从来不知道的赵薇。赵薇最风光的那些年，她一直在做一件事，悄悄地做，从来不高调。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她捐款并亲赴灾区探访，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西南旱灾，每一次灾难发生，她都在，不是走过场，是真的去了，真的捐了，真的陪在那些人身边。2004年，他成立了赵薇奖学助学基金会，帮助贫困学生。2013年，他成立了 We 爱白血病基金，专门帮助患白血病的孩子筹款。有一次，他一个人为一个素未谋面的白血病小孩筹到了230万，不是他自己捐，是他用自己的影响力让那么多人愿意掏出来。你们想一想，一个人能做到这样的事，他的心不是坏的。我说这些不是要替赵薇辩护，军旗装的错是错，万家文化割韭菜的错是错，走进那张政商大网的错是错。但我想让你们看见一个完整的赵薇，一个命格极高，做过很多好事，但也在最关键的几个时刻种下了业因的女人。易经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学问，易经看的是一个人的整体命格，是他种下了什么，天道收走了什么，这一生的账是怎么算的。赵薇的账，天道算得清清楚楚，他种下骄，天道收走声誉；他种下贪，天道收走财富；他种下迷，天道收走名字。但他做过的那些善事，那230万，那些灾区的孩子，那些拿到奖学金的学生，那些因为他的基金活下来的白血病孩子，天道也记着，所以他没有义务。所有在中国被封杀到他这个程度的人，有些再也没有出来过，他还在。也许这就是他做过的那些善事替他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命格。各位，现在我带你们回到那个场景，2026年的春天，北京三里屯一家电影院，那天晚上电影独一无二首映礼，灯光亮着，宾客入座，陈坤在，黄渤在，然后赵薇进来了，以观众的身份坐在观众席里，没有人介绍他，没有人报他的名字，他就坐在那里和陈坤并肩看着荧幕。那个荧幕上几年前也播过他的电影，但那部电影现在叫《蜂蜜的针》，导演栏上的名字是监制袁枚，不是赵薇他自己执导的电影上映了，他的名字不在上面。我不知道他那个晚上坐在观众席里看着别人的电影，心里在想什么。也许他什么都没有想，也许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荧幕，让自己消失在黑暗里，就像这几年他一直做的那样，素颜低调。一个人走在人群里，没有私人飞机，没有法国酒庄，没有新加坡顶楼的夜景，偶尔回安徽老家看妈妈，偶尔在街头被人偶遇，偶尔在微博上发一条动态然后又消失。那条发文悼念琼瑶的微博话题冲上热搜，然后被压下去。那条官宣离婚的声明冷硬得像一份法律文件，没有感情，没有不舍，字字都是要和过去切割的意思。他把黄有龙的事从自己身上切割出去，把那些年的资本版图从自己身上切割出去，把那个叱咤娱乐圈和资本市场的女版巴菲特从自己身上切割出去。2025年3月，法院冻结裁定书下来的刚好1周之后，是他的50岁生日。他在社交媒体发了一组照片，没有美妆，没有华服，没有精心布置的场景，就是素颜坐在街边喝咖啡，
赤脚踩在沙滩上，中间那张是太阳穿透乌云打在海面上。配文只有一句话：保持一颗平常心，一切都会过去。2026年跨年夜凌晨，他空降自己红酒品牌的直播间，出现之后销量立刻暴涨，但仅仅10分钟后，直播间被关闭了。他之后在粉丝群里发了一条语音，听过的人说他声音嘶哑，非常低落，只说了一句话：以后没法这样连线了。2026年1月，新华社发评论文章，点名批评劣迹艺人试图借网重生，几乎就是点名赵薇，剩下的只是一个50岁的女人，素颜低调走在人群里。你们还记得《还珠格格》里有一首歌吗？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那个在电视里唱这首歌的小燕子，那个笑起来眼睛忽闪忽闪的女孩，那个让整个亚洲都追着她跑的赵薇，她还在吗？她还在，只是她再也不是那个小燕子了。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个人走到最低点的时候，不是结束，是变的开始。赵薇现在走的这条路，是她这一生走得最慢，也走得最踏实的一条路，没有杠杆，没有资本，没有那张看不见的网，就是一个人走自己的路。他会不会付出，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会不会重新出现在演员表里，没有人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他还活着，他还能呼吸，他还能回家陪妈妈。对于一个曾经走进那张网那么深的人来说，这已经是天道留给他最后的慈悲了。亢龙有悔，悔不是结束，悔是一个人终于开始看清楚自己的那一刻。也许赵薇现在就是这一刻。各位，今天赵薇的故事说到这里，她的命格从飞龙在天到亢龙有悔，告诉了我们一件事：一个人这一生命格可以很高，才华可以很好，机遇可以很多，但如果不知道敬畏，不知道知足，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一步，天道迟早会替你退。你身边有没有正在亢龙的人？你自己有没有正在做亢龙的事？天行健不是叫你一直冲，是叫你像天一样知道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退。赵薇的悲剧不是她不够努力，是她在该收的时候还在冲，在该退的时候还在往前。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事业做到一个高点，开始觉得规则不适用于自己，钱赚到一个程度，开始觉得天道可以绕过去，人脉到了一个层次，开始觉得什么都可以操控，然后有一天天道来收账了，不是惩罚，是规律。春天种下什么，秋天就收什么，这是天道，从来不会例外。带着这个问题好好想一想。